如果你还在按传统方式为 Agent 跑的 Token 计费，那很可能是在给厂商白交税。DeepSeek V4 Flash 731抛出的这套缓存方案，把输入成本直接压到了未命中时的1/50，每100万 Token 只需要0.0028美元。这不只是降价，这是在彻底重写 Agent 的经济账本。这是 DeepSeek 刚刚发布的 V4 Flash 731版本，它不仅仅是 V4 系列的简单变体，而是专门为长周期、高频次交互任务打造的吞吐量怪兽。为什么专门针对它？因为 Agent 需要在海量历史数据里反复横跳，计算效率决定了开发者的利润空间。它本质上还是站在 DeepSeek V4 这套成熟架构的肩膀上。这次 Flash 版本并没有推翻重来，而是通过特定的重训练策略，专门在 Agent 场景下的长文本处理上做了针对性调优。之前的 V4 Pro 虽然强，但这次确实在 Agent 的指标上实现了明显的代际跨越。数据是最不讲情面的东西。在 Terminal Bench 2.1 测试中， Flash 版拿到了 82.7 分。作为对比，之前的预览版只有 61.8 分， V4 Pro Preview 也才 72.1 分。这个分数不仅超越了 GLM 5.2 的 81.0 分，甚至已经逼近了 OpenAI 的 Opus 水平。为什么 284B 这么庞大的参数总量跑起来却显得格外轻快？秘密在于这套 MOE 路由机制，每一层只有10个共享专家，外加256个路由专家。而在实际推理时，每个 token 只激活其中的6个专家，这让模型单 token 的实际激活参数量被锁死在了 13B 左右。在大规模输入处理中，路由计算本身往往就是性能瓶颈。DeepSeek 在模型的前3层直接换成了哈希路由，砍掉了原来那种复杂的学习型路由判断。这一步改动直接减少了路由计算延迟，让系统级的吞吐能力有了质的提升。真正的提速大招是这套 DSpark 投机解码技术，它内置了名为 DSpark UPO 的草稿块，通过5步预判，利用全模型并行验证，把生成速度直接拉高了 60% 到 85%。 换句话说，模型在生成时不仅自己跑，还带了个懂他心思的副驾驶在做并行推测。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长度，过去往往是显存的噩梦。微付 Flash 通过压缩稀疏注意力机制，把 KV 缓存占用压到了 V3.2 版本的 10%， 但 token 推理所需的计算开销也降到了原来的 27%。 硬件门槛这次确实降下来了。回到账本， Prompt 缓存现在是 Agent 开发的核心经济指标。没命中缓存时，每100万 token 输入要 0.14 美元，一旦命中，价格瞬间跌至 0.0028 美元。逻辑很简单，谁能把缓存池利用好，谁就能拿到接近零成本的推理效率。面对 GPT 5.6 或者 Qual Sonnet 5这类对手，它的定位非常精准，拼极致的资源效率。虽然官方没给出1对1的硬对比数据，但在这套低激活、高缓存的组合拳下，其 Agent 场景的竞争力显而易见。对于极致压缩成本的人来说，这套方案确实很难被绕开。千万别被默认设置坑了。Flash 版本在执行复杂推理任务时，如果不手动把 Reasoning Software 的参数调至 Max， 根本发挥不出它的满血性能。这是给深度开发者留的调教空间，别忘了动一下这个开关。虽然它跑起来轻，但别忘了 284B 的总参数量必须常驻显存。如果你想在本地玩，手里得备着至少 166.9GB 的显存带宽。这套系统对硬件规格的要求一点也不含糊。社区现在的观望点很明确，它对 MCP 这类开源协议的集成态度，目前看还不太明朗。大家都在问，这到底是官方为了闭环特意绕开，还是后续更新的伏笔？这块目前没有确切消息，建议先保持关注。未来的 Agent 的商业化，重心已经在从模型本身转向缓存池的经营。DeepSeek 已经在推行缓存即服务，这必然会逼着其他大厂跟进降价。现在的趋势已经很清楚了。对 Agent 的开发者来说，模型规模的大小早就不再是唯一的考量指标了。
谁能把推理效能发挥到极致，谁才能笑到最后。先去试试缓存优化吧，剩下的再说。